經過一夜嘅行駛，我從印度中部來到北部城市阿格拉，也就是泰姬陵所在地。而印度大叔還要繼續前進，去往首都新德里。Last night I didn't feel cold, but this morning I feel cold. 闲来无事的时候，盯着窗外风景看，真的是很惬意且坐飞机享受不到的事。About 11:30. Yeah. 窗外的景色，我录了几小时，光是放出一些就足够气哭粉红。翠绿的草地，崭新的厂房，其实有着中国改开初期的影子。只可惜某国因为天龙人的愚蠢和闭关锁国而江河日下，印度则看起来蒸蒸日上的样子。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样看住窗外发呆的影片？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完整版放到会员频道。我们看完这个不知名小车站，就进入下一幕吧。简中的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想纠正一下。大家总以为印度有什么几百种语言啊，但是其实最大的2种语言就是英文和印度语。那你说几百种，那不就是把中国的所有的方言、所有的口音全都算上吗？是吧？你算几千种都可以啊。但是所有的形成文字的就2种。这个报纸，这是印地语的报纸，它是大概文字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其实还蛮好分辨的啊。因为我现在用谷歌翻译，我也是用这个翻译，大家基本上都能看懂。那英文基本上就是中上阶层的必备的语言，印地语就是贫苦农民、贫下大众的必备语言啊。这个特征还蛮明显的。为什么我要澄清或者纠正这个东西呢？因为照这种谣，它的暗藏的那个隐喻呢，印度是个很分裂的国家，4分5裂，不管是中央地府还是地方政府的统治能力很弱，会给你营造出一种像军阀割据这样的一种意象。但是呢，实际上它是非常统一。这报纸上的语言就2种，那你中国不是一样吗？你中国，如果你硬要算，是吧？那所有的中国的文字都是统一的啊，那剩下的就是英文的报纸啊，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简中的媒体要把印度形容成一个非常的分裂、国王滚的这么一个国家呢？啊，就是故意的。我想说，它的网络真是非常的通畅，每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刚进来这什么拉贾斯坦邦，一进来手机立马有提醒，而且这个邦的网呢是完全是5格满格状态哈，所以你看它整个网络也是整合的，网络供应商也是整合的，语言也是整合的，那又何来的分裂一说 ？The time passed so fast. Yeah. I wish I will stay more. Before I booked the ticket, I think 20 hours is so long. Oh. Yeah. But now it's just time flies. It is better than 8 hours on the plane. Because more things and you eat, you go down and walk, and you can sleep. 印度北方邦阿格拉，新德里东南230公里，人口排印度第23多。泰姬陵所在地和莫卧儿帝国曾经的首都。I will go by Uber. Uber? Okay.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Okay. 怎么说呢？我现在在这样的地方行走，已经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而是有一种驾轻就熟的感觉哈。就是目前我的心态正在处于这2者之间的过渡。面对这些人的眼光啊，都是开始比较应付自如了。哎，可惜还是没能走到最前面去哈。大家能看到，根本就这列火车实在太长了，我根本就走不到最前面。从我下火车一直走到车站门口要花10分钟。这10分钟的步行里，我们既看到宽敞整洁的镜头，也会看到穷人乞讨的镜头。如果我真的是粉红口中的硬吹，那我会只放出前半段镜头，而我一直批判的粉红行为，则是会偷窃我的视频画面，然后只放出穷苦的镜头。只有在蓝森的原片里，你才会看到完整的事实，这也是本频道的铁则追求事实。墙内最擅长使用的蒙蔽大众的手法，就是截取部分事实。就以眼前的步行画面为例吧，粉红账号们会专门截取以下片段：一群印度人躺在地上。如果是我会思考躺在地上到底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是别的原因。这都涉及大量社会学、历史学知识和田野调查。而粉红账号就简单多了，
他们只需要铺天盖地的使用贬低、抹黑性的词汇。那就是给长条板凳汉钢管弄得跟警方那似的。江苏一个公园就这么做了，人家工作人员反映了说这是加了巧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这些办日结的工人在这睡觉，脏兮兮的不修边幅，影响市容。然后这才从人民群众里脱离几千，立马变上等人了。有在附近打工的师傅表示，平时干一天体力活挣几个辛苦钱，不能租房的因为太贵，更住不起旅店，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桥洞下、公园里，醒了呢再去闯活了。现在可好，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一个文明的城市靠的是无数底层百姓的付出，可城市文明却容不下他们。为什么我可以对墙内铺天盖地的抹黑和扭曲产生免疫？因为我亲自走访过啊。你们看到的画面，我作为拍摄者，同样在我的眼睛和大脑里深刻地记录了一个 copy， 而且这一份 copy 是谁也偷不走、修改不了的。就像你们疫情3年的记忆一样，我自己清楚，这样穷困潦倒的画面只占我整个印度之旅的小部分，而我只不过告诉你们，还有很大部分美好的一面被简中这个黑洞故意吞没了。这不是硬吹，而是提醒你们要看到事实的全貌而已，而截取部分事实，则是最恶心我的一种行为。Welcome to Aga Camp Railway Station. Attention of passengers. Train number G20 峰会啊，2023年的 G20 峰会 ，One Earth, One Family, One Future。你看，这我左右都是有2个人一直跟着我，想我坐他的车哈。No extra money. Same money, Uber, same money me. I know, but I order already. And I drop your hotel, sir. Please, trust me. I take you there, trust me. 80. Yeah, 80. Where? 80 rupees? 80? Yeah, how much Uber saying? 80. Honesty. Yeah. Honestly, Yeah, 80. Yeah. I trust you. चलो यार कोई बुरी नहीं है बन गई है बनवा लिया सुबह भैया Oh my god, very hot. Yeah. 无所事事的人还是挺多的。 How many days we staying in Agra? 3 days. China. Let me see. 今天是23年11月4号来到阿格拉，很开心，司机人很好，2个人1200。看到了这篇文章的人，请放心啊，印度很好，祝你们旅途顺利。我来自台湾，字很丑，因为司机在开车，车很晃。这台车可以安心坐，很有创意。还有日文哈。24年的8月啊，司机人很好，如果你想去的行程可以跟他讨论。收费是1200卢比。Thank you. Yeah. 老兄是一个穆斯林的大哥，人还不错，会在泰姬陵的门口等你，但是要注意护照、钱包放在小袋子里。他是一个靠谱的司机，价格是600卢比，从火车站到泰姬陵。这些人真的有点蠢吧？一个被收600卢比，一个被收1200。Thank you。哎，所以这是真是差距啊！今天天气好，运气好，遇着善良的穆斯林司机先生。提醒景区里面可能会遇到收费的，也要照顾好自己财务。怎么觉得话说都一样？难忘的一天。2018年出车站的时候，本来不打算理会任何的招揽，但是这个司机先生开价合理，100卢比啊，去泰姬陵。对啊，这个才是正常的嘛。司机本身驾驶不会很可怕。到景点会提醒你注意。其实底层人最烦的就是一个叫做纠缠啊，纠缠这个非常的不爽，就说什么哦，我2个小时之后在这里等你啊，什么你2个小时不下来，我明天在这里等你，你这不是就强行给我这种这么喜欢自由的人身上套枷锁嘛，对吧？我为什么非得2个小时之后我就要出发去看景点？ Hi, I order on booking. Thank you. 各位，现在我正在走路去泰姬陵啊。然后呢，我的酒店离泰姬陵大概就是1.5公里。1.5公里，其实我走路是能到的啊。但是路上很多的那种出租车停下来，骚扰我哈，就想我坐他的。但是我想看看公园都不行啊，做这个生意的人太多了。 就跟某些国家内卷，外卖员和这个开这个滴滴的呢，都上涨了49%。我打了一辆摩的比出租车还要更便宜，出租车是50哈，摩的40，因为太近了，所以省点小路程。你看，都已经接上客了，这个出租车还要下来问，还要试图从这个摩的的
手上抢人啊，1.5公里也给他省了，抓紧点时间。看来这泰姬陵它周围呢并不是一个非常空旷的一个存在，就不像那种新造的旅游景点那样啊，周围都是居民区，还挺接地气的。我现在已经对这些环境都习惯了。那个老牛，两个白人女生独自来印度旅行，这一看是旅客吧？印度人不会穿那么少。哦，看来泰姬陵这边，洋人开始变多了啊。那个 Taj Mahal Entry。Welcome to Taj Mahal East Gate. Oh, okay. This outside, this inside. Together. 1 year before, you are first person from China. I Oh. can see. Okay. Because China people are not coming. Yeah, I know. Sunset is coming, so nice view. 这买了高价门票还排队都。 Your phone, everything is okay. 这 is my first time. How do you like experience? It's good. Listen, I don't want a guide, you know, but I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Sorry, Yeah. I don't take pen. You don't take money. I don't want guide, but I thank you for After helping me. come back, you collect your item in your Okay, okay. Okay. Thank you. Okay. Okay. Thank you. पानी इसको पीना है पी लो जाके 这种东西呢，其实你就是到过哈，看过，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左手边是西门，右手边是东门哈，它都是跟中国一样哈，坐北朝南的一个建造方式。这个入口肯定就是正北边了嘛，正北边。泰姬陵大理石的奇迹哈，是由莫卧儿的皇帝沙贾汗所建造，以纪念他最珍爱的妻子马哈尔皇后。公元1612年结婚，公元1631年，这个马哈尔皇后在生第14个孩子的时候去世，她饱受折磨，为皇帝竭尽全力哈。那你他妈要皇后生14个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Finance. 建造这座陵墓之后呢，被认为是全球最美丽的作品之一。公元1666年，沙贾汗去世之后呢，他也被埋葬在他心爱的妻子旁边啊。还要加收200块钱，这个主公啊。但是来都来了，肯定要进去嘛。然后你看东墙西墙，然后中间是草坪，还有2个清真寺。捞上来要 World Heritage， 从这个红门。然后一路这样慢慢的看到泰姬陵的真貌。印度人来这里真的是蛮轻松的，才100-200块钱哈。No。这么看来的话，这个结构还是蛮清晰明了啊，坐北朝南。左西右东哈，咱们从远处慢慢的接近。当时的工匠从印度帝国四处征用而来哈，还包括中亚的世界和伊朗。内部的框架的砖块是本地制造的，外面的白色大理石是拉贾斯坦邦带来的哈。北边的铭文记录了，也就是公元1647年是竣工日期。历时17年，成本约4000万卢比。阿巴克皇帝的孙子对建筑有着敏锐的审美意识，在他的支持下，莫卧儿的建筑达到了顶峰。色拉子其书法闻名，马尔来自克什米尔的花园设计师。平面图双边对称，中心点的陵墓和4个尖塔啊，我们眼前看到这个了。两侧是清真寺和礼堂，分别叫做 Mosque 和这个 Melman Hana 是右边的礼堂啊。泰姬陵的宽度和高度是完全相同的，都是55米的。纪念碑一大亮点是精刻的雕眉，镶嵌着半宝石的硬石。明大理石的颜色从黎明到午夜不断的变化啊，赋予它从种种神奇的光环。这个独特的莫卧儿帝国时代的建造呢，堪称人类建筑的奇迹啊！
因为我不是学建筑的哈，今晚回去跟以前学 architecture 的小伙伴讨论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中间有个像小迷宫一样的东西啊。好，现在越走越近了，很多人挤在那里就是为了拍一个正面照，其实也不太需要吧哈，其实哪里拍都差不多。其实我把这个地方会对标君士坦丁堡的那索菲亚教堂哈，因为它首先也是名声在外，结构也是有点对称哈，看看是不是有索菲亚那么震撼。是莫卧儿王朝第5代皇帝沙贾汗纪念他的第2任妻子，那挺惨的，第1任就没了啊。泰姬陵被广泛的认为是印度穆斯林文化建筑的代表，它结合了印度建筑和波斯建筑的风格，是莫卧儿建筑最精美的例子。泰姬的这2个字呢 ，Taj 是皇冠的意思，所以呢不是说他的皇后叫泰姬，这个皇后是他父亲的第20个妻子的侄女，那有点像是表妹的意思啊。跟当时还是王子的这个沙贾汗结婚呢，被赐予这个 Mumtaz。马哈的封号，这个马哈就是宫女中的翘楚，或者说妃子中的翘楚。这个皇后啊，入宫19年呢，由于怀孕太多的缘故生了8男6女，最终在第14个孩子的时候，不幸感染了产乳热，死于南征的军营当中。那这皇帝挺傻逼啊！你都生14个小孩，还不让他留在宫中休养？还要去南征带上，这不南征的时候还要来一炮。据说皇后临终前提出了3个遗愿，第一个遗愿就是给她建造一个全世界最美丽的陵墓。这块水是人工挖掘了1.2公顷的土地，在填平整个区域，比河岸高出50米的，所以这些水应该是人工的。来自拉贾斯坦邦半透明白色大理石，旁遮普邦的碧玉，中国的玉石和水晶，西藏产的绿松石，阿富汗的青金石，斯里兰卡的蓝宝石和阿拉伯的红玉碎，总共28种宝石被镶嵌。据传拉贾汗下令任何人都可以拿走脚手架上的砖块啊，所以农民们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些脚手架的砖块都拆除了。陵墓的主体花了12年完成，还有左右的宣礼塔清真寺又花了10年左右，相当于2015年的8.25亿美元，好像给人感觉不算太多。竣工之后呢，一度被称为光明陵。竣工不久呢，沙贾汗就被自己的儿子所废除，被软禁，有点像唐高宗李渊哈。18世纪贾特人入侵阿格拉，并攻击了泰姬陵，从石棺的悬吊的一座玛瑙椅之像和金银的屏风都拿走了，还有一个4.6米高的圆顶曾经用金色的遮罩所覆盖，这个遮罩也被抢走了。到19世纪，部分建筑已经缺乏修缮已久。英国士兵和英国政府官员呢，曾经从墙壁中凿出了不少宝石和青金石。19世纪末，印度总督寇松侯爵下令全面修复泰姬陵，1908年完工。还参考了开罗一个清真寺的吊灯重做了正厅内的大吊灯，一直沿用至今一会儿进去看看。还有这个庭院被改成了英式的草坪，虽然我不知道细节怎么样，但是这里其实可以让我联想到维多利亚和那个 Albert V&A 的那个博物馆中庭在建筑美学上说，最引人注意的是它的完全对称，中间一个中轴称为中轴线，但是这样的中心对称就现在建筑来说应该是司空见惯了。我们看看左边的清真寺有一个精确的复制品被对称的放在东侧所以东侧其实建筑上的结构一模一样。第一个是祈祷室，第二个是集会厅，这叫做红砂石结构，充当了这个中间白色的一个美学的框架是整个泰姬陵设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拍照或者说旅游宣传片好像都没有怎么太 focus 这边你看大家哪怕是来到这个清真寺门口了，他也是往这边看。当然了，这边它也是还不错这边还不错，挺漂亮。旁边还有一个小的瞭望塔。
些木门啥的还是挺帅，但是都关上了哈。然后我们看看这边，好像发现一个印度美女，难得哈。这条叫做亚穆纳河，这些应该是印度教的吧。两个洋人妹子，他们也带了一个导游。啊，你看这洋人妹子的侧脸，就像英国博物馆的那些维纳斯雕塑一样啊！原来它不是安检。Where is this? Where is the shoes cover? 你看，侧面一个小门爬上来。Excuse me. 有点像是英国那个 Abbey 那个 Westminster Abbey 那边。其实你也看不出来哈，就两个白色大理石的，两个四四方方的两个东西，里面的没什么好看的，里面的回音很大，而且是那种让人不悦的那种回音，这回音的那个频率感觉很刺耳，不知道为什么。通常很多地方它如果是有那个歌剧院效果那种地方啊，它回音都是挺动听的。我靠，这个200花的真是有点搞笑。看看这个大理石小姐姐吧，在前面。有点祛魅了哈，有点祛魅了哈，因为主要是里面的那个陵墓感觉太不给力，也很昏暗。我觉得那些人啊，就黄衣服那批人，他们没买门票进主馆，就在外面转一圈也挺好的。No. You looks like the statue of Venus. I see it in London. Yeah. 白人小姐姐竟然穿的这么少，还热情的与本地人合影。粉红看到这样的画面要疯掉了，因为这违背了他们所有的认知。因为在墙内口口相传的是印度人连蜥蜴和山羊都要强奸，那他们要如何解释眼前的 fuck 呢？所以我非常鄙视复读机和玩梗，因为只要你使用一句粉头发明的梗，比如强奸蜥蜴好了，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毫无独立思考能力的废人，不需要专门去搜集，我评论区就有大量这样的粉红垃圾存在。粉红总是不明白为什么白人文化能成为世界最先进，看看人家的包容态度如何与相对贫穷地区的百姓相处。
反观粉红没比印度人吃饱饭多少年，却躲在井底里疯狂辱骂印度。白人妹子一句话都不需要说，光是这亲善的行动，国际形象就碾压1万个粉红敲键盘吹中国。我逢粉红必骂的原因，也是想帮中国排除毒素。只有我这样理性、客观、友善的中国人，才能代表新的中国去和全世界打交道。顺带一提，此画面中是当地印度人像看到大熊猫一样排队围观白人小姐姐，并一一上前合影。这和我在埃及的经历类似，只不过我都没小姐姐这么有耐心。但这个画面如果被粉红截取偷用，他们很可能倒反天罡。解释为是白人主动上去和本地人合影，这就是他们旁白忽悠观众的伎俩。我就特别不喜欢那种假的东西啊，因为我千里迢迢来这里是来看真实的印度的，而不是来这里跟一个店互动来搞一些做所谓的打卡。昨天 B 站给我推了他视频是讲龙珠的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擅长创造角色，但是不擅长创造剧情。他讲了这么一个看，我觉得特别的符合我和那个晨曦的不同的风格。他所有的旅游都是围绕着建立他自己个人的人设，所以你一开篇你就能看到他自己在景点的打卡啊。这通常其实是女生干的事情，把相机架在这里，我去走一圈再回来。他这个角色和这些所谓的名胜古迹之间的一个摆拍，但是这种东西它是虚，它通篇整个 video 下来，它是给你一个架空的亚美尼亚，一个虚幻的亚美尼亚。怎么说？比如说我的很多镜头我是挂在胸前，我只是坐在那里，你看后面有一堆人聚集过来了。像这些镜头呢，它是无心插柳所形成的东西啊。当我坐在这里休息的时候，有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剧情了。我把这个剧情记录下来，这个剧情呢，它就反映了这个印度的人事物啊。但是晨曦的那种风格，以及很多可以说是小红书系吧，打卡博主他是什么一个概念呢？他就是专门去凹造型，比如说这个泰姬陵啊，这块砖好看，我就专门拍这里来一个女生的侧脸。所以呢，他拍出来的东西啊，美轮美奂是没有错。我想拍我也可以做到，但是你们看完之后没有收获，就对应了另外一个博主讲龙珠是一样的。成年人的视角看龙珠和我们小时候小学的小孩的心智看龙珠是不一样的。小孩的看的心态就是角色，卡卡罗特很帅，就去买他的卡。以前的奥特曼很帅，就去买奥特曼的玩具放在家里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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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但是你到后来，你可能到20多30岁的时候，你开始会想，奥特曼当时1970几年昭和时代拍的那些奥特曼，它反映了当时日本昭和年代的什么一个国民的心态，你就会想这些了，你就不会再说这个奥特曼的肤色很帅，他的变身从蓝色变红色，红色又变什么颜色很帅。这就是成年人的一个视角和小孩的一个视角。我所拍摄的旅行视频呢，目的就是给成年人看的，成年人的世界。而像晨曦这种，他拍给来就是哄小孩的，就是给 B 站现在的以低龄为主流人群的这么一个可能平均的心智在15岁左右这么一个心态所看的。所以这两者是无法兼得，我不可能我在一个旅行过程中，我既拍小孩看的，又拍成年人看的。也许可以做到，但我不愿意了。这就是我跟他的区别。但是当然了，他有他的好处啊，他建立了这个人设之后，就跟王骁一样。为什么这两个男的我这么讨厌呢？都是一个道理，一个是从人文经济的角度去给小孩灌迷魂汤，一个是从这个所谓旅行的角度。但是晨曦的这个东西，它的危害性较小，就是你们看完他的东西，他至少不会给你灌输一个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像王骁那傻逼一样。而且你看晨曦的那个人，他的人文历史的水平可以说甚至低于一个男生的基本的及格线。他竟然看着那个勃列日涅夫的头像说是斯大林，这个人的人文历史知识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达到男生的及格线。所以你想，你们他现在多少万粉丝了？50万哈。你们有些低龄的小女生什么的喜欢这样的博主，无可厚非哈，颜值不错哈，比我好多了。但是怎么说呢？整个 B 站的风气现在是越来越迎合这个低幼龄儿童，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为了论证我的观点，这里截取部分片段。这类旅行博主其核心就是粉丝经济，类似华晨宇吸粉的手段是一样的。他们镜头对准的是自己，而我镜头对准的是当地百姓。他们视频通篇都是强调我完成哪些成就，我打卡了什么地方，本质和我们15岁时玩游戏要完成多少成就是一回事。这在我成年人的心智看来是很弱智的事情。我出去旅行不是为了完成打卡 DM 国的成就，而是真田野调查。另外，他们的拍摄手法通常是越窄越好，用背景虚化只对准一个物体，但其实这样会造成一种幻觉，就是哪里都挺美，因为真实世界是360度，而它只展示10度20度的角度给你看。
这种旅行视频在我看来就是浪费我生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视频是相反的，我尽量给你展现最大的角度，让你身临其境，那许多对当地社会的认知，甚至不需要我说，你都能感受到。是老板收藏了斯大林的邮票 ，thanks， 还有卡斯特罗跟斯大林。另外再说一下，女生旅行博主很大一部分空有情绪，她们通篇的主题都是我很迷茫，我很洒脱，我挥洒青春。但是等你多看10个，你就会觉得这有啥意义？其实不管是这种女性情绪博主，还是前面的帅哥粉圈博主，他们共同的通病都是不学无术，缺乏知识。我旅行之前看书的时间是很长的，比如印度，我看了10本大部头作为基础，而我看书的过程内心是平静如水，并且很享受。所以他们这种因为无知而躁动出去之后，跟盲头苍蝇一样，拍了很多情绪但对观众来说百无一用的画面，我每次看到都是地铁老人表情。说以上这些不是想和他们 PK 或者为敌，而是让新观众更加清楚本频道定位，你们能获得什么。这个世界太多的娱乐和浮躁，太少的知识和理性了。我的节目就是为了填补这些不足的。我又要来喝生水了啊，各位，不是生水 ，drinking water 啊，这边是提供 drinking water。我感动了，小可爱。早知道我把葡萄带在身上了哈。我的视频为什么我敢称之为真实，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真实的镜头构成的，很多的偶遇，很多的搭讪，很多的搭话，都是 spontaneously 啊，即兴的发生。因为我十分清楚一个事情，绝大多数的人，99%的人，你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了他，和他知情的情况下，知情什么意思？就是你拿出一个 Sony 这么大的一个定焦镜头怼着他脸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构成了为什么很多的旅行博主他拍出来的东西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假的成分很多哈，或者说摆拍的成分很多，因为他拍摄的东西是对方那个受访者戴上了一个面具之后的一个拍摄。而我拍出来的东西是原汁原味，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没有经过任何的反应。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想知道印度人对咱们中国人什么观感，我的拍摄手法就是我默默挂一个相机在我的这里，有很多人他在接近我的时候，他不知道我开了摄影机拍摄，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最真实的，我就可以下一个结论哈，印度人他对一个个体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厌恶感，甚至还经常要上来合照哈，但是伊朗人它的攻击性就相对强一点，而且它还会经常会有大概30%左右的伊朗人，他是会嘲笑你 mocking， 他在到远的地方窃窃私语，带着这种讥笑嘲弄的一种心态。这样的画面呢，在印度你是看不到，我就敢下这样的结论啊，就又因为我有大量的事实，我的镜头捕捉到了。但是你觉得那些像晨曦那种人，他能够捕捉到那样的画面吗？他捕捉不到，因为一旦你举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定焦镜头的时候，他们的脸肯定比你的相机镜头要快，你知道吗？就像我想捕捉一个老鼠，刚才小松鼠上树，我都来不及捕捉，人的脸的变的速度绝对比你镜头举起来的速度快多了，所以你拍到的东西往往都是一个经过美轮美奂的修饰过后的人脸，无论是景色还是人脸，它都已经被掩盖掉了。从你用什么器材就注定了你能获得什么东西哈。当然我也是很期望能够经常使用像 Sony 啊 Canon 这些大镜头去拍出非常美丽的这些定焦的镜头，但是我十分清楚的可以告诉各位啊，这些东西捕捉不到的，你得用这个东西作为补充，胸前的第一视角作为补充，有时候甚至在很多地方它占了你的主力哈。80%、90%的镜头都是用胸前的这个机器来解决问题的。当然了，像现在这种不跟人交流的时候哈，你拿出 Sony 出来拍什么落日啊，拍这些那些的啊，这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我们出去逛巴萨吧，可能逛巴萨才是今天的重头戏。为了看这个传说中的所谓日落啊，现在已经你看6点半了，已经到了它关门的时间，你看吹该了已经。就是关门时间，已经可以说对这个地方仁至义尽了哈。我其实对这个地方评分没有那么高，这草坪确实也挺好看。这你说这是不是喧宾夺主呢？就我觉得这个草坪它的给我带来的好感度，甚至比泰姬陵还要高。我越来越觉得景点是死的，人是活的。古代的景点再怎么雄伟，其实都没有目前活着的百姓幸福重要。
而且与人交流，用人文社科思维来旅行，才是我最擅长的，而不是考古。绝大多数人都会崇拜景点，比如打卡比萨斜塔，但是我决定以后要大大减少看景点的比例，恰恰是我在旅途中独立思考出来的道路。提前预告下一集夜间逛泰姬陵外的贫民区，反而比本集更精彩，敬请大家捧场。